2026年的全国两会啊，正在如火如荼召开。咱们老百姓看两会，最怕是看到那种干巴巴的套话。但是就在这2天，科技圈和产业界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映射到了极点那不仅是瞬间引爆了国内热搜连这个南华早报、路透社这种外媒都集体炸锅了。什么事呢？国内9位最顶级的半导体企业大佬和学界泰斗，包括这个中芯国际创始人、北方华创董事长，还有那个长江存储董事长等等这个阵容那堪称是中国芯片界的复仇者联盟他们居然在科技导报上联名发了一篇长篇论文。这篇论文吧，没有打半句官腔，而是极其罕见的把中国半导体产业现在的遮羞布给扯了下来，并大声疾呼：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必须用举国之力强行砸出一个中国版的阿斯麦。那今天呢，咱们就聊聊这场看不见硝烟的国运之战。咱们先捋捋这9位大佬到底在急什么。美国这几年卡咱们脖子主要在3个领域：芯片设计软件、造芯片的极紫外光刻机，还有硅片。那大佬们在这文章里点出了一个极其扎心的真相。大家总以为咱们造不出来光刻机是因为某一项特定的技术不行。错，咱们在这个激光光源、光学系统、双工作台这些单点技术上其实早就有了突破，有些甚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那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在于咱们是一盘散沙，没有一个能把所有的顶尖技术完美缝合在一起的超级巨头。人家荷兰这个阿斯麦一台 EUV 光刻机里有整整10万个零部件，背后呢是全球5000家顶级供应商的结晶。大家对这个10万个零部件没啥概念是吧？我给大家打个比方造这个玩意儿吧，就相当于你站在地球上，拿一把极光的手电筒去精准的照亮月球上的一枚硬币，而且呢还得在这个光速的运动中用极其微弱的光在这个硅片上刻出头发丝10000分之1细的城市地图。德国人出蔡司的顶级镜头，美国人出精密控制系统，日本人出尖端光刻胶。阿斯麦它不是自己从零造零件，它本质上是一个把人类工业王冠上所有明珠串在一起的超级集成者。那反观咱们国内呢，咱们是镜片吧也能磨个七七八八，光源也能亮，机械臂呢也能动，但这些技术呢全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大小厂房和研究所里，互相呢还不通气儿，没法完美匹配。还有更让人头疼的是咱们国内产业严重的同质化内卷。说出来吧可能有点丢人。文章里给了一组极其刺眼的数据，咱们光是这个芯片设计企业就有整整3626家，那其中将近90%都是那个不到100人的小微企业，年销售额呢不到1000万。你们知道这几千家公司都是怎么卷的吗？我听过一个真事就是那种用在那个智能小家电上的微控制器芯片，前几年缺芯的时候一颗能卖个20-30块钱，那大家一看都有利润一窝蜂的都去造，结果呢硬生生杀到了2-3块钱，甚至现在是几毛钱都卖大家都在这个低端市场里卷生卷死，拼命的压榨利润，谁也没有余粮去搞这个7纳米5纳米的高端研发。这就好比吧，村里面有3000个铁匠，天天都在比赛谁打的锄头便宜，结果这个隔壁村的高通、英伟达已经开始全自动联合收割机打过来了。你这个锄头卖的再便宜有个屁用所以呢这9位大佬彻底拍桌子了，不能再这么玩了，散沙难以聚成塔，必须由国家出面统筹，打破企业之间争名夺利的藩篱，强行捏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巨无霸战舰。这个提案一出，网友们也是激动的不行那咱们拿几条来看看有这个评论说，很难想象中美科技战打了这么久，居然没有国家级机构统筹领导解决此类问题，我们必须尽快拿出当年搞2弹1星的精神出来，统一合力发展芯片产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位网友，
你的爱国热情呢，我绝对点赞，但是我必须给你纠正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造芯片吧，绝对不能简单的套用两弹一星的模式。为什么呢？因为两弹一星嘛是纯军工、纯国防，国家只要把它造出来，能爆炸、能上天就行了。不需要考虑成本，不需要卖给老百姓，那更不需要考虑这个软件的生态适配。但是芯片是什么呢？这芯片呢，它是高度商业化、全球化的商品啊。你造出来吧，它只是第一步，你的良品率得高，成本还得低，还得有这个成千上万的软件开发者，他愿意在你的芯片上写代码。所以啊，这9位大佬呼吁的举国之力啊，不是让你关起门来搞计划经济，而是国家要在背后啊做超级天使投资人，提供这个容错机制和试错补贴，帮这个企业扛过最难的研发期。造芯片需要的是新型举国体制，是国家意志和市场规律的完美结合。那还有评论说，其实不用这么费劲啊，既然阿斯麦不卖给咱们通过中东或者东南亚的第三贸易公司加点钱绕道买几台 EUV 光刻机不就行了吗？条条大路通罗马呀，何必非得自己造？哎呦喂，这都2026年了，怎么还有人抱着这种极其幼稚的买办思维和侥幸心态啊？哥们儿，你以为买这个光刻机啊，是你在网上找这代购买个名牌包包？一台这个 EUV 光刻机重达将近200吨，需要3架波音747货机才能运得走。而且这还不算完，这玩意儿买回来吧，你连开机的密码都没有啊！它需要这个阿斯麦的原厂高级工程师上门安装，定期维护。而且这个机器呢是实时联网的，里面装有 GPS 和远程锁机程序。一旦发现这个机器定位不在被授权的厂房里，人家在荷兰敲下回车键，你花2亿多美元买回来光刻机瞬间就变成一堆废铁。绕道买做梦去吧！核心技术买不来、要不来、更讨不来。我们除了自己硬骨头啃下来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那还有评论说，建议建立类似商业航天司这样的部门来融通扶持，绝对不能搞成个衙门去干扰它。这个行业必须整合提质提速，打击内卷的同时，极大的鼓励重奖技术突破。通透这位网友呢绝对是懂行的，这句绝对不能搞成个衙门去干扰，说出了全中国几十万名半导体工程师的心声半导体这行吧，最怕的就是外行知道内行，最怕的就是为了骗补贴搞出一堆 PPT 造星项目。咱们缺的是政策的护航员，不是到处指手画脚的教导主任。这就让我想起咱们国家当年的高铁破局那当年这个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在海外为了抢订单也是疯狂的内卷自相残杀。国家一看这不行直接雷霆手段，强行合并成中国中车，拳头捏紧再打出去。结果怎么样？现在中国高铁吊打全球。那今天大佬们呼吁的其实就是半导体领域的南北车合并。那这边呢有个评论说，你觉得华为的芯片是石头缝蹦出来的，能让你看见是因为不再藏着掖着，要为大规模开始铺路了。中国不能只有一个华为。没错，这句话简直绝杀，中国绝对不能只有一个华为。那前几年这个华为用极其悲壮的抗压能力硬生生砸出了自己的芯片，狠狠打美国的脸。但是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这华为再强，它也是一家企业面对整个这个西方科技霸权毫无底线的围剿，光靠一个华为在前面冲锋陷阵，那是孤胆英雄但打不赢全面战争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像文章里说的让千千万个在这个底层做硅片、做 EDA 软件、做光学镜头的隐形冠军，跟华为、中芯国际这些龙头企业死死绑定在一起，形成一个杀不死的生态战车。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大佬们喊得这么惨，国家到底管不管当然管而且是大动作。那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就在这篇论文发表的同时，3月5号，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抛出了一个极其重磅的词汇，
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科技型企业常态化实施上市融资、并购重组绿色通道。这4个字啊，并购重组就是国家给出的最终答案啊。以前呢，咱们那些几千家小芯片公司啊，为什么不愿意合并？因为大家都想当老板，宁可当鸡头也不当凤尾。但是现在国家发话了，你们不要在这个低端市场互相卷了，谁有本事啊，整合资源，谁能把这个散沙捏成拳头，国家就给政策、给资金，通过这个股市的绿色通道，让你体面的、迅速的做大做强。这就是用资本的手段，用市场的规矩去完成新型举国体制的战略布局。谁能整合成巨头，谁就能拿到国家的尚方宝剑，去跟国际巨头硬碰硬。那咱们聊到这儿啊，大家应该能彻底明白这9位半导体泰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联名发声了。2026年啊，正是咱们国家谋划“十五五”规划的最关键节点。这篇文章不是诉苦，不是认怂，也不是抱怨，这是一份赛前动员令，是一份产业整风书，那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经历阵痛后的真正觉醒。美国人从来不会因为你服软就给你松绑，在绝对的科技霸权面前一切所谓的国际分工、造不如买都是包裹着毒药的糖衣。咱们中国芯儿前面的路上有落石，有陷阱，有荆棘，有蛇蝎，但就像大佬们在文章最后写的那样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崛起的步伐。既然买不来，既然要不来，咱们就拼了这条命干出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几年的铁血整顿和疯狂发力之后中国一定能诞生自己的阿斯麦，诞生自己的英伟达。把那些曾经死死卡住咱们脖子的手一根一根的硬生给它掰开。那么屏幕前的你又是怎么看待这篇半导体大佬的联合文章的？除了这个合并企业，我们还需要补足哪些短板？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畅所欲言哦。好啦，今天这个好消息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